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罗拉。今天呢，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就是我平时很爱用的居家小物。这些东西比较偏向会是家电用品这样子。像我最近不是买了一个电脑萤幕吗？就是我在我上一期的 vlog 里面有出现的那个萤幕，到现在我用了差不多半个月了。然后我用下来是觉得很满意，就是不论它的萤幕尺寸大小、调整的高低，以及说它的像素都还蛮不错的，真的舒缓了我蛮多眼睛上面的疲劳。不然的话，一直看小字幕真的很累。那这些产品短的也有用了半年，长的话大概已经用了3、4年以上了，所以都是很真实的回馈心得给各位。我们今天就开始吧。第一样东西，我们就从小一点的开始。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朵瓦洛的扩香机，就是你把盖子打开，它里面有一个这个，那你可以去放精油。这个东西的好处是它不像什么芳疗机啊，它会是需要加水。那加水的话，你用出来，其实台湾天气蛮潮湿的，你就会变成说你在帮你的房间加湿。然后虽然说是会有味道，感觉补充水分，但是台湾本来就很潮湿的，我觉得不太适合加湿这个行为。你只需要把你的精油直接点到这个洞口里面去。再按下它的开关，那其实它也没什么太多的操作方式，就是只有触控开关而已。它就会把你的精油用一些很细很细的震动去把它雾化，按下去瞬间你就闻得到你精油的香气了。然后我搭配的精油是这一个一日茶道的精油，是这个薄荷乌龙的味道。它里面是由野薄荷跟玉创木比较偏木质调的调性去组合而成的，然后它闻起来就是很清爽、很清晰，薄荷味还蛮重，有点像是你走进一个薄荷丛林之间。所以说我每次觉得可能房间比较潮湿啊、闷啊，有一种湿气的时候，我就会用这一个。这个雾化器我觉得很厉害的是，它超省精油，就是我这个精油我买它才15ml而已，这个雾化剂我已经用了至少2年，竟然没有用完。我用的频率也蛮长，就是我可能洗完澡睡前，我就会把它打开一下，让整个房间充满着精油的香气，然后就比较好入睡。结果它竟然真的用超省，我都不晓得它到底是怎么去做到这件事情的。所以这就是我很推荐这一台这种精油的雾化。第二个要跟你们介绍的是这个 BOSS 的音响，就是相信大家应该家里都会有一个音响。那这是我第一个这种蓝牙音响。那我选择 BOSS 是因为就是我很喜欢重低音，我听的音乐比较偏可能摇滚乐啊，或是说乐团类型的这种类型音乐，我会很推荐 BOSS 的，是因为它在低音这部分我觉得表现的都还蛮不错的。然后这一台它是SoundLink Color， 我其实后来最近有去查，它已经好像停售了，官网上面都没有，就是有出新款的。它的话我已经用了大概有4年了，我觉得一定有超过4年，到现在都还用的蛮不错的。只是它的续航力当然就是会越来越低。价格部分我记得当初是在 Costco 买的，可能差不多有3000多左右。以3000多的音响的品质，我觉得这一台真的是 CP 值超高，只是看可不可能在其他地方买得到，官网我是没有看到，其他的一些网拍平台可能还会有。再加上我觉得它其实也蛮好看的，就是你放在房间的任何一个地方都蛮适合。第3个要跟大家推荐的就是这个小米无线吸尘器 mini， 它的名字很长，那就跟它的名字一样，它就是走很迷你型的吸尘器路线。那这是它的主机体，它会附赠一个这种插在前面的管子，它有2种头，一种是这种刷头。那再来就是，如果你今天比较大范围地板的头发之类的，你就可以把它拔掉，就只用这样子单一的刷头。这是它的附赠，它整个包装里面就是这样子，还有它的线而已。那它这一台啊，它是有2段式的吸力的，就是像这样，这是1段。然后这2段，然后
后第3下就关机了这样子。其实它是主打它是车用，但是因为像我有养猫，然后呢家里又我觉得比较容易生灰尘，所以说这个东西在房间的时候就很好用，因为房间有堆了很多东西嘛，也不是堆很多东西。房间东西比较多，小小的这样子，那它就很容易分别上面都积灰尘。这时候你就可以用这种刷头去刷那个吸灰尘的部分。根据它的官网的说法是，它的使用1段的话，在满电的状况下，你可以连续吸30分钟。那如果你用2段的话，大概是可以用到9分钟。其实我觉得2段9分钟是蛮少的。很容易，就是你可能一天吸个1分钟，你过一阵子就要充电。我觉得它有一个蛮大的缺点是，它充电非常的久。它是用 Type C 的充电孔，那充电时间我都觉得可能充饱哦，大概也要个2个小时，就不算短啦，我觉得。还有一个蛮严重的问题是，它这个卡锁啊，非常的不紧，就是看似很紧嘛。但假设你今天想要把这个拔掉，然后很常发生的状况就是这样子，就是你在拔的时候，你可能用力，它不小心就会把它爆开来了。那它的优点呢有2个，第一个就是它蛮轻的，才0.5公斤而已，然后它是做柱体状。所以其实你就是可以把它随意的立在你房间的任何一个角落。第2个优点是它蛮便宜的，这样一台才1095。所以说我觉得以一台吸尘器，然后使用的频率来讲，我基本上大概每天都会用，因为真的是猫毛超猖狂的。出门回家，你的键盘上面全部都是毛。其实一开始我是看到我男友他买了一台，他是小米粉丝，他家大概会有小米灯泡、小米的吸尘器、小米的电风扇、小米的延长线，就是很多小米的东西。我就是意外的发觉这个还蛮好用的，所以我就看他买一台之后，就立马去也买了一台回来自己用。第4个推荐的小物就是噔噔噔噔，摩卡壶。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喜欢喝咖啡的习惯？我自己是很喜欢喝美式，我不太喝拿铁，因为不喜欢牛奶那种黏黏稠稠留在口腔的那种感觉，所以我都是喝美式为主。那在家其实你要是手冲啊，或是说你是用那一种滤挂包泡出来，我都觉得还蛮淡的，我不太喜欢，我比较喜欢浓一点。所以我后来就上网查一下，方便在家可以煮出类似浓缩效果，就是透过摩卡壶了。这个牌子的话，就是很有名的意大利的一个摩卡壶的经典品牌。那它这个牌子，我怕我念错，好像叫做Belaliti。好，不重要，反正大家应该也有看过它。那它的原理很简单，就是它有分3层，我们来把它拆解。第1层呢是最下面这个的话呢是让你放水的地方，看你今天要喝的量是多少的量。再来呢，它有附一个这个是你拿来装咖啡粉的地方，但它比较特别是它有强调说你的粉倒进去的时候是不需要压紧，就把它铺平就好。铺平之后呢，我们就把它放进去。最后呢，它最上面这边我们再把它锁起来。锁起来之后，其实你就可以把它拿去火上面去把它加热了。这个用的时候有一个要注意的点是说，你的火在加热的时候不能超过它这边缘。我这杯啊是4人份。它有分1人份、2人份、3人份、4人份，甚至到6到9人份都有。那不同人份就是它的壶的大小不一样。那我现在用这个煮的时候，我的火都是开到最小的状况，都已经有一点点快要超出边线了。在购买的时候，绝对要先去衡量一下，说你们家的火的大小会不会超过它的边缘。因为你超过，其实你就会烧到这个把手。它这个的把手是塑胶的，它是一个非常实用的一个小工具。它的价格也差不多是在1000上下。
我自己是建议，如果你只有一个人要喝，你可以买2杯份或3杯份，就应该蛮够。买到4杯有点多。第5个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正负零的这个电风扇。我当初看到这个电风扇是因为它的外形所被吸引的，那因为它外形就是很纯白的嘛，然后看起来很简单干净。第2个吸引我的点呢，就是它有遥控器，这就是懒人的福音。那遥控器上你就可以控制它的开关，然后风速加或减。那像它的风速呢，是可以高达9段的风速。以及说，你可以控制说它要摆头几度呢？然后可以去设定睡眠，就是定时开关，这个也很方便。就是像我自己平时睡觉的话，我会希望吹凉一阵子，然后到我睡着。但是我睡着，我不想要一直持续被风吹着，那我就会用定时这个功能。再来是我使用下来，其实这个我用了1年多了，蛮久。我觉得最好的感受是它是 DC 的，然后它的声音真的很安静，就是它有9段的风速，可是你只要在1到5段之间，基本上你是听不到任何的风扇的声音。这对我来讲，就是无论在睡觉、工作啊，或是在看书的时候，我都不会被这个风扇声影响到。在使用之前都不会觉得以前的电风扇很吵，有点像是你平日在走动，然后你突然戴上抗噪耳机，然后突然感觉到哇，世界原来可以这么安静的那种感觉。网站上面主打的是说它是静音，然后舒适而且节能。节能这方面我是不太知道，因为电费这块很难去计算。对，但是静音在舒适这块我是给了相当高的分数的。它有一个小缺点，就是它的价格单价比较高一点，比起一般的电风扇。我在买的时候大概是1年多前嘛，有做折扣，好像才3000多。然后我昨天去官网上面看，它的定价其实是4490，哇！我现在看到就想说，我当初怎么下得了手？真是一股冲动就买下去的。不过还好，就是我觉得贵一点的东西就有它贵的价值在，它的整体不论设计呀，每天用它我都会觉得用的时候很开心。我觉得这是我很喜欢3C 的一部分的原因，就是说这些东西你可能会天天使用到，然后你用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哇，我这笔钱花得很值得。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，其实它看似很废，但是我觉得是台湾每个家庭里面都一定要有的一个居家家电，就是噔噔雷达电蚊香。那为什么我一定要推荐这个呢？是因为说像我自己，我是对蚊子过敏的，所以只要被蚊子叮到，我就会先是红肿，然后我还会起水泡这样的状况。所以说这个对我来讲真的就是救星。然后它有个好处是，它这边你可以去分3段式的你的火力，就是例如说你现在要它散发的比较快一点，你就可以选择最大的这个。第2个是说它可以让你设定自己的时间，它旁边有8小时、12小时、24小时可以调整。那假设你调8小时，你只要插上去，它营运8个小时之后，它就会自动停止了。那如果你家蚊子超多，你24小时开到爆，让它们死光光。然后你在买的时候，你会看它有2种，一种绿色，一种蓝色的。我自己都是用蓝色的这一款，虽然说它都主打它是没有香料，然后没有味道，可是我自己认为说，我在点绿色的那一款的时候，我隐约就会一直闻到一股燃烧东西的味道。然后蓝色这款就是没有这个状况。如果你要买，我会建议可以先买蓝色这一款就好了。那以上6款就是我近期很推荐给大家，我长期下来爱用的一些小家电。如果你有喜欢的话，我会把它的相关资讯放在我的资讯栏里面，都可以到他们的官网或是线上去做一个购物的动作。那喜欢我的影片，也不要忘记帮我追踪、按赞，然后留言分享哦。大家拜拜。